聚焦强国利刃，直击强军征程。大家好，欢迎收看融媒体周刊《利剑》。新中国坦克事业已经走过艰辛辉煌的60多年，3代多型陆战之王横空出世，每一代陆战之王都代表着突破与进阶，都流淌着军工人的匠心与创新。今天我们走进3代陆战之王，探寻中国陆战之王不断进阶的奥秘。献级摧毁的现代战场，态势感知尤为重要。99A 问世之前，国际上先进主战坦克已经实现了坦克之间车技信息的互联互通，能够实时获取战场态势、打击目标、指挥信息等重要数据。打造一型自动化、信息化融合、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主战坦克，成为99A 总师毛明的梦想。随着数十项核心技术被突破，国产坦克终于实现由单车作战向融入体系联合作战的跨越。从我们国家这个定位来讲，应该说它是第一代的这个信息化坦克。它出去以后，它不再是单打独斗了。它是联合作战，跟武装直升机联合作战，跟自行火炮联合作战，跟防空武器系统联合作战，跟步兵战车联合作战。与此同时，99A 实现了由单一功能精确打击向多功能精确打击的跨越，由分立式机械操控向集成化自动操控的跨越，由正面、侧面、被动防护向全方位多手段综合防护的跨越。我军主战坦克技术水平显著提升，跻身世界坦克先进行列。我真的没有想到，人生第一次坐上坦克就登上了被称为陆战之王的99A。那刚才这个发动机一启动，我听着轰鸣的声音，看着眼前扬起的沙土，真的有种征战沙场的感觉，实在是太硬核了。那刚才这个99A 一停下来，马上炫了一下特技，做的这个动作呢是底盘在转动，但是我所在的这个炮塔的位置是一动不动的。不知道如果真正的高速行驶起来，是不是也能像您说的那样紧紧地盯着目标呢？可以的。操作完毕。您刚刚在操作这2台仪器是做什么用的呢？刚才我操作这种仪器，主要是进行了瞄准、射击和锁定目标。我们这个火控系统主要采用了瞄导合一自动跟踪火控系统，它能够实现静止或运动间对不动目标和运动目标能够锁定目标、自动跟踪和射击，而且首发命中率高。经过军工人多年努力，99A 装备了具有自动跟踪功能的先进火控系统。在自动跟踪的模式下，炮手在瞄准目标后，火控系统将自动锁定和跟踪目标。炮手只需要在火控系统发出射击信号后，按动激发按钮就可以精确打击目标。
整个过程高度自动化，命中率比人工跟踪大幅提高。先进的火控系统配合强大的机动性能，使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无论是智能操作、自动锁定跟踪，还是自动装弹，99A 的智能化都令人印象深刻。而这型坦克最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正是它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指挥控制系统。它有个极其聪明的大脑，能够实现指挥控制、侦察情报、电子对抗、敌我识别、密码保密以及联合战斗通信的自动化。那像敌我识别功能的话，是具体怎么操作的呀？在战场上发现对方车辆之后，我们按下激光测距按钮，就像我们手机连 WiFi 一样，是敌我们就不能匹配，是友我们就可以自动识别。也就是说，一键自动识别。对。我在部队8年了，99A坦克陪伴了我8年的青春，它就像我的手足兄弟。我还记得当时过一个壕沟，3米宽的一个壕沟，直接飞过壕沟，当时那个速度特别的惊险，特别的刺激。99A坦克精度高，效率快，是我们在战斗中的好伙伴，是我们值得依靠的精良的武器。坦克装甲车看上去威武庞大，给人一种粗犷的感觉，但是它的内在却非常的精密和细腻。像我旁边这个桌子上摆放的就是坦克的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它们有大有小。而这样一个小零件，它就是坦克的传动系统的传动齿轮。别看它很小，但是它在坦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它，就可以把发动机的动力传送到坦克的各个系统当中。它的精度呢达到了微米级，也就是说它的误差要比我的一根头发丝儿还要小。但是，一旦发生失误的话，它就可能让整个坦克出现故障，甚至是趴窝。而像这样的零部件，它的前身其实就是我手中的这样一块普通的毛坯。那么它们是如何从这样的一块毛坯演变成为具有极高精度的零部件呢？一个零件的加工需要精确设计、精确生产，再到最后的精品制造。在未来的2到3个月内，主战坦克将由几万到10几万个精密度达到微米级的零部件组装而成。等到出厂的时候，装备总重可能超过50吨。在这里，3D 打印技术的加入，让世界一流主战坦克的精确设计从2维图纸来到了3维立体时代。焊接是坦克生产工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的强度直接影响坦克的整体连接性和抗弹能力。这个看似普通的焊料，其实是针对特种装甲钢研制的一种新型材料，因为它的硬度比特种装甲钢还要高。独臂大侠卢仁峰就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最宝贵的首席焊接技师，他用一次次高难度的焊接，为坦克缝制出了最坚固的保护伞。特种装甲钢，它的流动性很差，熔堆过渡形式也跟其他的黑色金属不相同，包括我们的焊接材料也是特殊的，所以说焊接难度呢是非常大的。我们的每一个环节，从下料到最后的组成，特别焊接工艺必须要经过多次的实验。虽然是减焊，但是它能构建一个非常稳定的车底结构，在完成之后就可以调运到下一个环节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在这里，全面焊接工作要交给机器人来做，完全自动化。它虽然体型庞大，但负责的却是非常精细的工作。那像这样的一个车体，在过去需要多人手工焊接，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厂房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智能化的焊接机器人。那
那像这样的一个焊接机器人正在对整个车体进行全面焊接，机械臂划过可以看到火花飞溅，留下的就是非常整齐的焊痕。那这样的一个机械臂是可以3维转动的，非常的灵活。那像这样新的生产工艺和流程的加入，不仅提升了生产的速度，而且大幅提升了产品的品质。99A 集成几代坦克人的创新成就和多型陆战之王的技术精华，终于成就了新一代陆战之王。而在中国陆战之王不断进阶的征途中，有这样一款陆战之王，为我国坦克技术从第2代跨入第3代奠定了坚实基础，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2014年国际军事比赛坦克2项。我国参赛车组驾驶96A 坦克，移动中大角度转炮射击，3发3中，震撼全场。全程比赛更是取得9发全中的优异成绩。125毫米滑膛炮、自动装弹机、多边形焊接炮塔、模块化反应装甲，这是96式主战坦克的主要特征。也是我军后续主战坦克一脉相承的配置。上世纪80年代，中国启动第3代坦克研制工作。由于技术跨度大、研制周期长，为尽快满足部队急需，3代坦克总设计师祝余生决定，将原计划应用在3代坦克上的新技术下放，用于改进升级老型号坦克。这其中的重点就是用口径更大的125毫米坦克炮替换原有的105毫米坦克炮。然而，一型坦克火力性能如何，除了火炮威力，还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射速。当96坦克装备威力更强的火炮后，军工人发现口径变大意味着炮弹体积与重量增大。此时，人工装填炮弹的方式将直接影响作战反应速度，这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是致命的。经过不懈努力，96式坦克研制又取得一个重大突破。研制人员克服原型坦克相对狭小的车身限制，为它装上了转盘式自动装弹机。96式主战坦克实现华丽转身，成为我军列装的第1型装备125毫米口径坦克炮和自动装弹机的主战坦克。96A 坦克进一步采用大量成熟技术，防护、火力和动力全面超越原型96式坦克，是目前人民陆军现役装备数量最多的坦克，并且首次代表中国出征国际军事比赛，堪称国产主战坦克中的优秀代表。正是96式坦克的技术经验和积累，国产坦克换代提速，推动99式、99A 为代表的3代主战坦克的加快定型。车辆训练已经开始了，那么率先出动的呢就是主战坦克96A， 现场硝烟弥漫，黄沙滚滚。那么96A 坦克会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对目标靶进行射击，它所装备的125毫米的主炮，它的威力和精度呢较过去的型号相比呢也大大提升了。那么现在呢，它正在射击过程当中，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可以听到不远处传来的炮声，同时我所站的这个位置的地面呢，能感受到一些震感，我还能看到远处山头炮火射击的浓烟。这是刚刚走下训练场的96A 坦克，似乎还冒着硝烟味。那么这也是我第一次登上陆战之王，近距离去感受驰骋沙场的豪迈。中型机械化装甲当中呢，坦克是当之无愧的王者。那么96A 坦克呢，是由96式坦克发展而来的，是人民陆军目前装备的先进坦克装备之一。站在96A 坦克的边上啊，首先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庞大，真是一个体型巨大的钢铁巨兽。那么从炮管到车尾呢，大概有10米，高度大概是2米。它的火控能力，我们在这次训练当中也是目睹了，真的非常的强大。
它装配有一门125毫米的滑膛炮，可以发射穿甲弹和破甲弹。那么96A 坦克呢，和比它更先进的99式坦克相比，它的重量更轻，便于大规模的装备部队，这就使得它在战场上能够和99式坦克实现高低搭配。阵列后方的96A 坦克正在进行弹药补给，那么战士们呢，将弹药装填至弹夹当中，坦克内部的机械装填系统呢就能够实现自动装弹，这也大大提升了96A 坦克火炮的射速。从外观来看，它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采用了楔形的炮塔形状来取代传统的苏式炮塔，同时和它的前身96式坦克的梯形炮塔也不太一样。在炮塔周围，它装备了第2代爆炸反应装甲，复合装甲在内侧，反应装甲在外侧。那么这样的爆炸反应装甲呢，可以使得它在根据不同的作战需要时，调整它的装甲模块，来调整它的防护力。2009年国庆阅兵式上，96A 坦克紧随改建后的99式坦克亮相天安门广场，2代陆战之王同框的画面让多少军工人动容。回望半个世纪前，新中国是多么渴望拥有自己的陆战之王。诞生于20世纪初的坦克是当之无愧的陆战之王，至今仍是各国陆军地面作战的中坚力量。然而，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敌人的铁甲战车，志愿军战士却只有手榴弹、爆破筒这样的轻武器。新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坦克工业，淬炼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陆战之王。然而，外国专家断言，新中国造出自己的主战坦克需要20年。不过，这样的嘲笑很快被国庆10周年阅兵式上59式坦克的滚滚铁流踩在脚下。青山脚下、黄河岸边的中国兵器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正是拉开中国人自主研制坦克大幕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来自大江南北的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汇聚到这里，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坦克制造厂。共和国坦克的摇篮在一片荒漠中诞生了，就是这种什么也没有的这种状态，或者是很缺乏的这种状态，要来研制它，但是困难重重。你像咱们这些主要件都没有，祖国需要，国家需要，建的坦克厂是世界一流的，中国唯一的，这个脑子里面非常深刻。59式中型坦克国产第1代主战坦克，彻底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较强的火力和抗弹能力，装甲防护和机动性能比较好，结构简单，容易操作，工作可靠，适应性强。从1959年列装部队到上世纪80年代，一直是人民陆军装甲兵的主要装备之一。先敌开火，首发命中是陆战之王克敌制胜的法宝。然而，第1代主战坦克炮控系统的性能一直不尽如人意。要想成就真正的陆战之王，第1代主战坦克必须解决瞄不准的难题。炮这样转，对吧？它这个运动速度啊，那么你可想而知，我要瞄准这个地方，我不能说到这就停住吧，这不可能的。它有个惯性啊，一个动能啊，它肯定还要往前走，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呢，就这个总是瞄不准。如何进一步缩短火炮反应时间，提高首发命中率和远距离打击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当时国外已经把脉冲宽度调制技术应用于炮控，但这个装置太大，根本放不进59式坦克中。就是瞄准的技术的话太高，是每秒0.05度，所以这样的话呢，当时装甲兵呢，它的瞄准很困难，一直到80年代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997年，脉冲宽度调制技术装置正式装备59D 坦克，我军主战坦克火炮瞄准时间显著缩短，射击命中率大幅提高，困扰装甲兵几十年的技术难题终于被攻克了。
随着坦克炮控系统诸多技术障碍陆续被攻克，我国多型主战坦克性能得以大幅提升，火炮瞄准时间缩短约1半，命中率大幅提高，静默待机战斗时间增加了1倍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军队的装备体系当中呢，有很多的武器装备啊，他们是久经沙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砺和考验，但是至今仍然是宝刀未老，活跃在演训场上。那么现在我们就赶紧去看看59D 发射穿甲弹的威力，咱们走。我现在听到了2声非常巨大的声响，第一处声响是从更远处传过来的，那个地方就是59D 坦克开炮的地点，而第2处声响呢，应该就是这个炮弹击中钢筋混凝土之后发出来的声响。而刚刚呢，我也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个炮弹击中之后，有一种很巨大的力量在震动着我。现在我们马上去捡靶，看看到底59D 坦克有没有命中目标。看似简单的瞄准射击，其实需要在车组成员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几十公斤的炮弹需要2炮手快速手动装填，炮手迅速瞄准锁定目标，同时驾驶员在合适的位置精准停车，才能让59D 做到短停射击，一气呵成。我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刚刚59D 攻击的这个目标，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工事旁边。刚刚呢，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迷彩靶破了一个大洞。那班长就告诉我，这个洞就是刚刚59D 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它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残余的一些黑色。那这个黑色并不是钢筋混凝土工事它自带的黑色，而是这个炮弹当中的这种特种钢在高温燃烧当中留下的痕迹。但这块就是白的，证明这个是刚刚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痕迹。钢筋混凝土工事它是一个圆柱体，那么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墙壁的厚度呢有几十厘米，整个圆柱体的直径呢也就超过了4米。刚刚59D 的这个炮弹直接穿过来留下的这么一个洞眼，所以可见啊，这个59D 的威力是有多么的强大。59D 虽然依旧保持着5对轮的行动部分，但炮塔前部加挂了爆炸反应装甲，火炮性能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而它惊人的毁伤能力，则得益于59D 换装的105毫米线膛炮以及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不仅发射初速快、命中精度高，还使坦克主炮的有效作战距离大幅增加。而让105毫米线膛炮爆发出强大火力的，正是我国先进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它在击中坦克装甲时，能够产生高温金属射流。穿甲弹在穿过装甲的过程中，高速飞行的弹芯和装甲发生剧烈摩擦，使部分装甲融化。该型穿甲弹的弹芯具有很大的长径比以及极高的飞行速度。在命中敌方坦克装甲时，敌方坦克的装甲在具有很高比动能的弹芯面前不堪一击。全车注意，炮口打击，搜索目标。我现在呢又回到了这个钢筋混凝土工事旁边，很明显迷彩靶上多了一个大洞啊，而且在上面一点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有59D 新留下的一个这个打出来的洞眼，它跟我们第一次打到的这个目标点呢相距目测应该是只有1米左右的距离，所以说这个59D 打出来的这个精度啊是非常高的，真正做到了首发命中、发发命中。从1959年59式坦克定型，到2014年99A 首次亮相，中国坦克人拼了50多年，而世界坦克强国的坦克工业已经发展超过100年。
我们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追平世界军事强国100年的坦克技术，依靠的不是奇迹，而是中国坦克人矢志不渝的奋斗与创新精神。金属履带滚滚向前，钢铁洪流势不可挡。99A 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打造傲视群雄的中国陆战之王，是目标，是使命，更是信念。欢迎大家扫码关注央视军事和利剑央视频号，或通过央视军事微博、微信来和我们互动。好了，利剑，我们下期再见。